我本是末世女战神，却意外穿越变成3岁小女娃。刚睁眼的我就看到官兵前来抄家，一气之下，我反手就把狗皇帝家也抄了。莹宝，你快醒醒，你别吓娘啊！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说不定老子开心了，还能饶你们一命。你们这些杀千刀，竟然连3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莹宝睁眼，只见袁氏正朝着那个摔死原主的官兵冲过去。娘亲，莹宝，娘的乖女儿。莹宝顿时松了口气。那官兵对一个小女娃尚且手不留情，要是娘亲冲过去，怕也是殒命的下场。来啊，丧家之犬，不是要跟老子拼命吗？我们苏家个个忠肝义胆，苏老将军更是刚烈忠勇，绝不做贪墨之事。等事情查明，定会还我们苏家清白。你休要趁机羞辱。老子羞辱的就是你们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将军府，你们又能拿老子怎么样？不知死活的蝼蚁，今天晚上我就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感觉这女娃的眼神怎么透着股邪气？既然没死，就赶紧走。眼睁睁看着自己家里的东西被官兵们一样样的搬走，苏家人忍不住心痛悲凉。莹宝看着这番情景，闭上眼睛，尝试着让神识进入自己的空间。好在空间没有消失，而且物资也都还在。看来这些物资是被封存起来了，暂时不能取出。这个任意门可以任意穿梭到任何地方。既然狗皇帝让人来抄我家，那我也要把那个皇帝的家给抄了。随即莹宝就从任意门直接进入了皇宫国库。看到国库里满满当当的金银珠宝跟武器，莹宝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全部收走。走的时候不小心掉了颗玉珠在地上，她立马捡起来，哼，一颗都不给狗皇帝留。搜刮完国库之后，莹宝又来到太医院的药房，片刻功夫，药房里连颗药粉都不剩。就在莹宝准备功成身退的时候，却见2个人急冲冲地走进了药房。这不是原主在宫里当御医的外祖父和大伯娘的父亲秦尚书吗？咱俩那亲家明天一早就上路了，你赶紧给我拿些吃不出味的药粉，我要让他们一家死在流放的路上。苏家虽然失势，但苏老将军可不糊涂，被人诬陷的罪证迟早能查到我等头上，不用你说，我也绝不会让他们活着到达流放之地的。很好，你也知道苏家的兵符在我手里，不然我也不会找你。要是被皇上发现，肯定会把苏老将军一家重新召回审问，到时候他们家现在就是我们俩家的下场。咱们牺牲一个女儿，换来2家平安，划算。苏家也真是倒霉，摊上这么2个亲家，哼，如此薄情寡义，今夜也把他们家给掏空了。太医院的药怎么却没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莹宝回来的路上，瞧见那些拉着他家财物的马车，二话不说，他把这些财物和被官兵悄悄中饱私囊的物品，也连本带利的取了回来。我怎么感觉马车好像变轻了？我也觉得，好像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似的。你傻啊，怎么可能会什么都没有？一个官兵忍不住打开了一个箱子，结果看到里面空空如也，瞬间吓呆了。没了，真的全没了。一瞬间，整个押送的队伍全都陷入惶恐。怎么回事？刚刚明明都还在打，见鬼了吧？这可怎么交差啊？娘亲，对，莹宝睡醒啦，身体还痛不痛？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！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千万不要摔孩子。你们家的财物呢？要是找不到，我就把他砸死。不要啊！我知道在哪。在哪？我看见一个穿黑衣的人把东西搬到那里了。要是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小心你这条小命。头领半信半疑，拎着莹宝的衣领就朝着那个小巷子里走。你，竟然是你！莹宝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，把弓箭放回空间，转身离开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女娃，我们头领呢？他被那个黑衣人杀死了。什么？副头领大惊失色，立即带领一帮人进去查看。只见他们的头领倒在血泊中，尸身旁写着歪歪扭扭的俩字：苏女。什么意思？肯定是苏家的女儿。难道是头领怕苏家小女儿跑丢了，才写字提醒我们的？这是皇家的武器啊！先把苏家一行人押进大牢，再上报朝廷。
我的银宝今天真是受苦了，是祖父害了你啊，还好你没事。我可怜的女儿，是爹爹没用，没能护住你。父亲母亲，银宝今天摔得不轻，不然我给他开个药方，咱们求那些官差给银宝抓点药吃好吗？我担心银宝会落下病根。苏家长席秦英听到这话，顿时没好气的道：我们现在是即将被流放之人，谁会给我们抓药？当真是小门小户之女，这种话也说得出来，也不怕害了大家。其他人也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，都默不作声。哎，我想说已经给自己吃过药，不需要再吃了，可是我又不能说。这个时候，苏老将军或苏老夫人注意到，以前稍微受一点委屈就哭闹的小哭包，现在变得异常安静。银宝今天被那个官兵摔了之后，就再没听见他再哭一声。换做以前，银宝早就哭得不成样子了。糟糕，银宝是不是被吓傻了，都不知道哭了？银宝的父亲苏三郎闻言，焦虑的大喊：银宝，银宝，你没事吧？爹爹，本来没事，被你这么一晃，要出事了。苏三郎见他不说话，立即起身走到牢房的栏杆旁，朝着外面的狱卒大喊：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，求你们帮我们抓点药给孩子吃吧。银宝的两个亲哥跟堂哥也聚拢过来。银宝，你还好吗？银宝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银宝，你看看我这是几个手指头？我只是没有像原主那样喜欢哭闹，又不是傻了，怎么问这么低级的问题？我没事，你们别担心啊。你们听听，这哪是咱们银宝会说的话？银宝真的被吓傻了，平日里只知道哭，怎么可能还会安慰我们？有没有人啊？求你们帮忙抓点药给孩子吃吧。袁氏也慌忙给银宝再次把脉，这一把顿时懵了。怎么了？银宝是不是哪里不好了？银宝似乎吃过药，伤势已经大好。听见他这话，众人这才猛地松了口气。不对啊，银宝上哪吃的药？说完，众人都齐刷刷地看向银宝。银宝正想找个借口蒙混过去，嚷什么呢？都老实点！你们家的财物凭空丢失，还没空找你们问罪呢，再自找麻烦，小心刀剑无眼。你相公，银宝好了，不用麻烦他们。银宝，你知道爹爹是谁吗？银宝一一扫过这些紧张兮兮看着他的家人们，然后瘪嘴，哇的一声大哭。我好害怕，我要回家。乖，银宝，没事了，祖父祖母都在呢。银宝乖，不哭了哈。好，银宝乖，娘亲让银宝不哭，银宝就不哭。我可怜的银宝，小小年纪就经历这般磨难，一下子懂事那么多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差役正在换班，双方谈话的声音很大。听说皇宫被洗劫一空，现在外面动静很大，到处都是宫里的侍卫。天哪，谁那么大本事，竟敢劫皇宫？该不会和偷走苏家财物的是同一拨人吧？那就太邪乎了。我看肯定是，副头领都被叫去问话了。听着这些狱卒的话，苏家众人也是面面相觑。父亲母亲，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们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，还没见过谁有那么大的本事，而且能在守卫森严的皇宫里偷到东西的，更何况还是洗劫一空。二郎，我好饿，马上就到饭点了，狱卒会给咱们送饭来的。被柳娇娇一哼唧，一家人才察觉到肚子空空。我也饿了，从皇宫里搜刮的食物，现在还香喷喷、热腾腾的呢，可是不好拿出来给家里人享用。银宝灵机一动，从空间里把皇宫里偷来的米饭和菜品拿了出来。祖父祖母、爹爹娘亲、哥哥，有人给我们送了好吃的。这是谁送来的？我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？银宝，你看到是谁给我们送的饭菜吗？祖父是一个叔叔，他叫我们悄悄吃，不要告诉外面的人。会是谁给我们送吃的？还避开了那些狱卒。袁氏从怀里掏出一根银针验了一下，父亲母亲全都没有毒。听到这话，一家人全都看向苏老将军夫妇。吃吧，动静小一点，别让外面的狱卒听到了。苏家人顿时喜出望外，立马将那些饭菜分食而吃。真好吃，这手艺和宫里的一样好。苏二郎听到他这话，拿起几个盘子观察了一下。父亲母亲，这些餐盘都是宫里的御用餐具。父亲母亲，这些餐盘都是宫里的御用餐具。难怪英宝说那个送餐来的人让我们悄悄吃，别让狱卒发现了。快把盘子都藏起来，不要让人发现。还有嘴巴上的油，都给我擦干净些。苏家众人连忙照做，刚把这一切做好，就有狱卒给他们送饭来了。
吃吧，这是你们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到了明天，稀粥咸菜都没有，就只有馒头。苏家众人刚吃饱，一大家子人靠在一起，动也不动。不愧是大户人家，还真有气节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再有骨气，饭也要吃。小哥放心，食物放在这，我们会吃的。我们流放路上，真的就只能吃这些又干又硬的馒头了吗？还真是娇养惯了，这种问题也能问得出口。有的吃还算好的，到时候有的是苦等着我们受呢。二郎，我害怕。大嫂，你就别吓唬娇娇了。你大嫂这是实话实说，二弟媳早晚体会到流放之苦，早点让她明白也没什么不好。大公子，你把我休了吧，我不要受流放之苦啊！哼，当初你费尽心机攀上主子，如今主子遭难，你就急着想要被休，真不愧是下贱的婢子，当得好一个墙头草啊！你以为朝廷是可以戏弄的？若能像你这般想当然，我们这些苏家女眷何必还在这里受苦？夏草，你放心吧，路上我定会护你周全，等到了流放之地，我就把你抬为平妻。秦英一听这话，气都不顺了，手被苏老太太安抚的拍了拍。流放路上艰难，你若能好好照顾大公子和大夫人，不离不弃，待到了流放之地，我和老爷一起做主，让你成为大公子的平妻。现在苏家都落魄了，谁还稀罕当你苏家的媳妇？苏家这么多人，今天晚上要再去拿一些物资，免得路上不够吃用的。至于拿哪一家，我也想好了，就自家的外祖父和大伯母的娘家吧。还有那什么兵符，我也好奇得很呢。半夜，颖宝醒来，正要行动之时，看见祖父正悄悄交给祖母一块印章。皇上控告我贪墨，只是为削减谢王势力，收回兵符。此兵符一旦收回，我们辽源国定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。因此我把真的藏在身上，让他们把假的偷走。但恐怕明日流放时他们会搜身，你同我想想办法，看该藏在哪里好一些。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颖宝年纪又小，他们搜他身的可能性最低，不如藏在颖宝的香包里。好主意。嘿嘿，等祖父他们放好，我便直接将那个兵符收进空间，那些官兵再怎么搜身也不会搜到。第二天，苏家人被牵着走出牢房，发现除了他们苏家，还有另外2户人家和他们一样的命运。都怪你这个老东西，带着我夫君贪墨，害得我们刘家也被你牵连。刘参军有些心虚，却也不做解释，任凭自己家人对苏家咬牙切齿。吵什么吵？再吵，把你们的牙打碎！都给老子站好了，马上要给你们搜身，看谁敢不老实！管你们身上有多少细软，老子都给你们搜的只剩一条秋裤！大人，可不可以不要搜我们的身啊？少废话，都站好了，自觉把身上的细软全都放进箩筐里。把那只玉簪还给我，那是我母亲给我的遗物。英子，你冷静一下。官差大人，我家夫人带的这些保养品也不值什么钱，就不要收了吧。你们是流放的犯人，还带这些东西，当是去游山玩水吗？说着，直接把搜刮到的东西丢到一个箩筐里。搜吧搜吧，把这些箩筐全部装满，更方便直接放进空间里。苏三郎和袁氏察觉到自家女儿不对劲，其他年幼的小孩都被吓得哭闹不停，而自家向来被唤作小哭包的女儿也不哭也不闹。颖宝过来，娘亲抱抱。娘亲这是怎么了？紧张兮兮的样子。袁氏摸了摸颖宝的额头，又替他把脉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。三郎，我感觉颖宝不太对劲。你刚才给他把脉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才觉得不对劲。以前他动不动就哭，现在你看安静的不像话，我担心他又被吓傻了。颖宝，我是爹爹，你看看爹爹的手指头有几个？这么幼稚的问题，我拒绝回答。苏三郎见颖宝翻白眼不说话，顿时紧张了起来。爹娘，颖宝出事了。我们昨夜把兵符藏在颖宝的香包里，怕不是因此惹出什么事端了吧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刚才替颖宝把了脉，身体也没什么大碍，可他从醒来到现在一直都没哭过，我担心他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女，该不会真的是吓傻了吧？快哭一个给祖母看看。颖宝乖乖，快哭一个给祖父祖母看看，千万别憋着。一家人正着急颖宝的情况，耳边却突然听到一阵嚎哭声。
没让你哭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动不动就哭哭啼啼，笑什么话？苏三恒顿时一脸委屈。我哭一下怎么了？我心爱的玩具被抢走了，刚才还听见你们叫颖宝哭一个呢。颖宝看着这一家老小都担忧的向他行注目礼，他只好再次瘪了瘪嘴。哭了就好，咱的颖宝哭了就好，只要哭了就不会傻了。这时候抢了苏三恒玩具的那个狱卒看见颖宝身上挂着的一个香包，顺手就扯了下来。啊哈，这小玩意要给我家闺女，她一定很开心。官差大人，那东西拿不得。为什么不能拿？你们这些流放犯人有什么资格说不？我家颖宝身体有疾，那香包有镇定安神的作用，若是没有那个香包，他恐怕承受不住流放之苦。还请官差大人能够开恩，不要拿走我家颖宝的香包。不就一个小女娃吗？要是真的犯命，死了也好，流放路上也能少受些苦。刚才没听错的话，这个官差也是有女儿的吧？既然他这样说，那我就让他也尝尝那种滋味。苏老夫妇眼看那名差役把颖宝的香包拿走，苍白着脸相视一眼。完了完了！颖宝是不是又被吓到了？不怕，祖父祖母都在。颖宝再次扑进祖父怀里，闭上眼睛睡觉。实际上，颖宝去了那些官差们存放搜刮之物的库房。这是大伯娘母亲留给她的遗物，二伯娘的保养品，娘亲制作的药材，通通都拿走。随后，他又跟着那个抢他香包的差役去了一趟他家里，果然有个小女儿。此时的衙门里，官差们正商量着瓜分财物的事，见人来齐了，兴高采烈地进库房里去分赃。快来人啊！衙门进贼了，快抓贼！这些窃贼到底是谁？怎么那么厉害，竟然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搬空财物？听说偷的还是那些真正的贪墨官员。看来这窃贼虽然偷得毫不留情，但好歹还是个义贼。要是祖父知道他口中所说的义贼是我，不知道是什么表情。突然，一位妇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当家的，咱们的闺女不见了。当家的，咱们的闺女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咱们的闺女怎么就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你前脚刚走，我就去洗了个衣服，再回屋去看楠楠的时候，她就不见了。那个官差连忙跑上前，跟官差头领告假，跟妻子去找女儿去了。小姑娘，乖乖睡觉，等你爹什么时候改邪归正了，什么时候再让你们父女俩相见。走到城门时，已经有不少马车在那里候着了，都是三家人的亲朋好友前来送行。亲家公亲家母，你们还有什么未尽事宜，尽管说来，我能做的都帮你们做。兵符丢失，我心难安啊。秦尚书心中暗自嗤笑，当然丢失了，因为兵符早已被我安排人在抄家时顺走。昨夜上书府遭窃，兵符却没被贼人带走，倒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您一直都是为国尽忠，怎么可能会勾结官员贪墨呢？相信皇上一定查明真相，洗刷你的冤屈。哼，这秦尚书心里恐怕很得意吧，却不知道他让人顺走的那个兵符是假的。我倒想看看他拿这个假兵符能使出什么幺蛾子。老将军，这在藏陷害的关键就是那位把你迷晕的药，我一定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。此去不知何时再见，你们到了流放之地，务要保重啊。好，你们也要保重。父亲，是女儿不孝，不能在您身边尽孝了。一一惜别一番，秦尚书和袁太医相视一眼后，便让下人拿出几袋干粮。知晓一切真相的颖宝心中嗤笑，看到一个官差身边带着一条大狗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识破这两个老狐狸的办法。外祖父，抱抱。袁太医愣了一下，这个外孙女向来和我不亲，每次要抱就会哭哭啼啼，没想到这会儿竟然主动要我抱，让外祖父好好抱抱我们的颖宝。可怜的孩子，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抱了。我要吃外祖父送来的好吃的。苏三郎二话不说，就直接从老丈人送来的干粮里拿了几样给颖宝。这些干粮是给你们路上吃的，不然半路上没有吃的，你们怕是要挨饿。我现在就饿了，我要吃。就让颖宝吃吧，总不能现在就饿着孩子。倒不是怕颖宝吃了会中毒，而是怕现在吃了我送的食物就中毒，肯定会被怀疑到我头上。颖宝还要吃那个？
秦英也不吝啬，从自己父亲送给他的干粮中掏出一块递给颖宝。哎呀，颖宝故意不慎地把手里的2样食物掉在地上，那大狗4条腿撒欢地冲了过来，瞬间就把地上的东西给吃得干干净净。那只大狗突然口吐白沫，这食物有毒。说着，袁氏立即翻出自家父亲和秦英父亲送来的干粮，认真检查了一遍。爹爹，你在食物上放的什么东西？我怕你们在流放路上太过耗费心力，给你们磨了一些强身健体的龙蛇药粉，撒在上面。钱大人，你也在食物上放东西了。不错，你们流放的这段时间天气炎热，我给你们撒了一些用清心草磨验的清凉解暑的药粉。爹爹，龙舌草和清心草放在一起会致人死于非命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袁太医心虚了一下，我怎知秦尚书也放了清心草呢？若知道，我自然是不会放这种相冲的药粉的。我对食物相冲之事并不了解，只一心想着要让你们在流放路上好过些，才给你们多加了点东西，没想到反而差点害了你们的性命。不愧是老狐狸，都被现场抓包了，都还能为自己如此辩解，只可惜你们遇上了我，好吃的被狗狗吃掉了。爹爹，颖宝要吃好吃的。只要不是同时把袁太医和秦尚书送的东西一起食用，就不会有冲突。谁知颖宝单独吃了一口袁太医给的食物后，突然一口血吐了出来。爹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在食物里放了伊利红是吗？伊利红可是剧毒，碰一下就会口吐鲜血，我怎么可能会放这种扎眼的剧毒？此话一出，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连忙噤声：老丈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放这种扎眼的剧毒，那不扎眼的，你就故意放的是吗？爹，颖宝可是你的亲外孙女，你怎么舍得下此毒手？袁太医百口莫辩。莫非秦尚书在利用我？想到这个可能，袁太医顿时怒极，直冲秦尚书冷声开口：秦尚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过河拆桥吗？秦尚书也是恼怒，这个袁太医莫不是得了我的把柄，故意借此要挟？袁太医，你休要攀咬，我哪里懂得下药放毒，还不是你动的手脚？秦尚书，若不是你来找我，让我给苏老将军一家下毒，我会干出这样的事。没想到你竟然借题发挥，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我，老夫可不是吃素的。听见他们这般互相攀咬，苏家人的脸色却越来越差。我们苏家没有你们这样的亲家，还请你们回去，不必相送。没想到向来敬重的父亲，竟然会对我们赶尽杀绝，还真是可笑可悲。娘亲为了挑拨这2个老家伙自乱脉象，就为了喷血的时候效果好一些，便吃了一口猪血，现在满口的血腥味，好臭啊！颖宝，你没事？袁莲衣连忙给颖宝把脉，发现脉象平稳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我的颖宝啊，太好了，老天爷保佑啊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爹爹，娘亲，祖父祖母，你们怎么都哭了？看来有个小孩子的皮囊还是可以的，干啥都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头上来。平静下来后，秦英和袁莲衣突然不约而同地跪下：公公婆婆，我的父亲那般落井下石，我没有脸再当苏家人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快起来！你们父亲的事又怎能怪你们呢？如今你们加入我苏家，却因此被我们苏家连累一同流放，是我们苏家对不起你们。就算没有你们父亲，也会有其他人想要对我们苏家下手，你们2个不必自责。得亏有了咱们的颖宝，不然还真不敢怀疑这2个亲家竟然在给我们的食物里下毒。是啊，要是没有颖宝哭闹，吵着要吃那些食物，才让我们发现这些吃的有毒，不然我们一家老小怕是就交代在路上了。是颖宝救的咱们一家啊！我先前还觉得颖宝哭闹烦人，如今觉得他的哭闹可真动听。颖宝装作很累的样子，蹭到爹爹身边，让他抱自己睡觉。嘿嘿，来活啦！我要继续去收物资啦。颖宝搜刮完物质，再次回到肉身，发现2位老人脸上愁容不展，一边走路一边用唇语交谈着。兵符如今被流落在外，一旦被人发现，对百姓来说肯定是灭顶之灾，那可怎么办啊？颖宝见2个老人那般忧愁懊恼，于是便把兵符塞在腰带里，随后翻了个身，让那个疙瘩碰到祖父的手。哎呦，小家伙藏了什么东西啊？搁着祖父好疼啊！苏老将军摸索了一下，什么呀这是？
苏老将军激动的想要说话，硬生生的忍住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。咋了？苏老将军在差役看不到的角度下，把那枚兵符微微冒出一个头。